比特币走的还健康吗？如何在山寨币产生更多的利润？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呢，以太坊是有稍微弱势了一些，而比特币还是继续的强势。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啊，就出在 ETF。我们观察 ETF 昨天的流入数据呢，以太坊的流入啊，它已经变得非常少啊，它只剩下2300多万美金啊，这样子的流入量呢，即使对于以太坊也是非常小的，它几乎已经是我们周四啊，也是前一天的1/10、11/11了啊，就小了非常非常多。不过比特币的话，我们在昨天的流入啊，它依然是有着4-5亿左右的流入量啊，有4.28亿这个流入量呢，也绝对不小了，绝对可以引领一波购买力。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最近啊，比特币的流入啊，它确实是有微幅的下滑，不过依然是维持在不错的水准哦。我们在11月初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每天的流入量啊，其实都非常夸张哦，都有在可能6亿到10亿之间哦。那我们现在的流入量呢，已经慢慢下降下来了。我相信这个趋势，我们从图表上看还是很明显的。不过我们在这一周还有上周呢，其实我们都一直维持着一定的流入量啊，可能都还有在4-5亿左右，其实也还 OK 啦。只要我们最后的流入呢，它不是慢慢趋于零的话，那我们这波上涨呢，就还有机会。如果我们的行情呢，要产生很有突破性的进展啊，就相当于是我们在10月初所产生的行情啊，比如说我们当时从66000、67000一路直接上涨到10万左右的这种行情呢，我相信我们都会需要再有一波的巨量流入潮，我们才会有机会。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优惠。我们12月29万豪免费讲座的报名表单呢，也已经上线了。我们是入场免费，也完全没有任何条件。那我们现场就准备一些礼物啊，停车折抵，还有周边准备送给各位。那我们当天呢，会聊一些我们在节目里面从来没有聊过的内容，所以很欢迎大家报名免费的讲座。我们再回到比特币上吧。从比特币来看呢，目前我认为其实走的还是很健康的。我们从周线上看呢，我们已经连续3根的周线呢，都是收这种下影线很长的 K 线了。那这种 K 线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类比到我们前面的行情啊，像这一段，跟我们当时上涨的时候呢，准备突破前高点啊，要延续后面一波上涨呢，所出现的中继的这种走势啊，是非常雷同的。我们只要一往下测试，我们就又有源源不断的需求介入市场，那导致我们的盘面呢，它即使有往下插针，它也是始终压不下去。所以我认为目前的盘面呢，其实还是走得非常健康的。我认为随时有直接往上走的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的 ETF 它有出现爆量流入，我认为我们就会在往上再打出一段距离。而且我们现在的价位呢，其实距离我们的前高点啊，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差距啊。我们现在大概在10.16万左右，那最高也不过是10.42万，那这中间相差连3个百分点都不到。对于比特币来说，相信是非常迅速就可以克服了。甚至我们在往上呢，其实都只有插针哦，它连实体部分都没有收在上面。目前我们的调整它绝对是个强势调整，因为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呢，我们的低点是不断抬高的，甚至可以被一个微微斜向上的边界呢，把它给包围起来哦。那可见这个调整呢，它还是很强劲的。现在我们等待的就是我们下一波的流入潮，我们下一波资金的力量哦，我相信就可以把盘面很顺利的往上推了。而且我们在最近呢，也很顺利的完成了清洗杠杆的动作。从图表上来看是比较空虚，如果我们结合资金费率来看的话，我相信就会比较清楚了。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目前所走的这波上涨啊，我把它归类在是周线级别的上涨，因为我们前面也是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的调整了，我们才能有这种级别的上涨。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两波趋势呢来去相做类比一下也就是我们这一波趋势跟这一波趋势，我认为是可以相做类比的。他们两个所走出来的级别呢，基本上要是一致的不是涨幅一致而是他们的级别会非常的雷同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过往我们上涨的起点其实我们当时的资金费率呢都是处在很低的水准甚至是在负费率，我们才能有出现这种上涨的起点。那如果说我们并不是负费率呢，我们真的是比较难出现这种周线级别上涨的起点。所以以我们目前的走势来看其实和前面呢，我相信也都是有可比较之处的。那我们当前你可以观察其实我们已经走出去了一段我们之前呢也有出现过这种状况那走出去一段之后呢，我们的资金费率看多的情绪就会慢慢累积起来。在看多情绪累积起来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就进行了震荡还有轻杠杆的动作，我们往上下都进行插针，那这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场内的杠杆。我们经历了插针之后呢，我们的资金费率也就真的降下来了。后面我们就再开启第二波当然我们降下来，但我们确实也回不到我们前面的水准因为毕竟前面已经有一段的上涨了，然后后面呢，我们再开启第二波的上涨。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正在走非常雷同的行情。或许我们目前所走出来的插针呢，它是比较小一点点但是我们也达成了非常雷同的效果当然我们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做观察不过基本上我们从当前的数据来看确实是这个样子的。那只要把场内的杠杆呢降低下来，让盘面呢获得一些休息让市场的情绪稍微冷却，那我们后面呢就会再开启第二波的上涨，我们也会再出现非常不错的涨幅你可以去参考前面的，但是我们强调的是级别相同，而不是要出现一模一样的涨幅。好，不过我认为接下来的行情呢，最大的机会一定不是在比特币，一定是在山寨币身上。那我们该如何在山寨币产生出更多的利润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图表来看这个 Total 3呢，它是把全部的加密货币去除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市值，也就是我们只看比特币、以太坊以外的这些币的市值，那他们也是都有经过加权的也就是你市值大的币你肯定这个涨幅呢所占的比重就会比较多毕竟它是用市值去做计算的。如果我们把比特币和以太坊除外的这些币种，我们来观察我们上次突破前高点之后呢，我们又上涨了3倍也就是我们从3488亿美金一路上涨到1个 trillion那相当于是乘3倍也就是我们去除比特币、以太坊之外的这些币种，它大约就再上涨了3倍按照市值来做加权的话，大约再上涨了3倍那我们现在这一轮呢，我们很有可能会接近3倍但我认为是绝对不可能超过3倍的，很有可能只是2倍多，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是1个 trillion很有可能我们到顶峰也就是2个 trillion， 2个多 trillion 左右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以我们目前的前几市值的这些币种来说比特币、以太坊除外其他的这些币种呢当然我们前面的这些币种市值比较大的币种他们所占的比重就比较重，所以这些币种呢，他们大概呢都还可以在乘2到乘3，也就是 Solana 瑞波币我们按照刚刚的这个图表，我们来稍微计算一下那瑞波币很有可能在这轮牛市最后就是在5块到7块5之间那 Solana 如果按照这个一般的法则，它大概就是在400多一直到600多这样的区间不过这两者呢都是有 ETF 的我相信 ETF 会对瑞波币还有 Solana 的价格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我认为 BNB 的话就会很准我们现在是700多嘛，那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就是落在1400到2000左右，我相信会非常准确那狗狗币的话就要看到时候的热度毕竟这个币种 OK。
那 Cardano 我认为很有可能也是在2到3块之间。好，那 TRX 差不多可能2-3倍的话，那大概就是0.6到0.9，0.6到0.9，或许在这个之间会是比较合理的数值啊。不过我们如果看市值更小的这些币种这个 Others 它就是把前10名市值的币种都除外，我们把最大的那几个币种呢全部都除外，我们就只看这些小的币种那他们的回报率呢就会更好了。我们如果从上一轮牛市来看的话呢，我们从高点到高点我们大约上涨了5倍左右我们当时从77个 B 点775亿美金一路上涨到最终的4500亿美金大概是5倍左右不对，78540 6倍，6848差不多是6倍6倍左右。那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些小一点市值的币种呢，它可以创造的涨幅就比这种大市值的币种呢要来的更多也就是我们10名以后它按照市值去做加权呢，它可以上涨大概在6倍，再涨6倍那如果说是市值比较大的呢，可能就是再涨2到3倍而已，可能就是2倍多。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些币种如果说你要去找这些它上涨呢，可能要在6倍以上的那你就要往10名以后去找了所以其实上涨的倍数呢，跟他们的目前市值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就会比较明朗了也就是我们在10名以内的这些币种在10名以内的，它大概就是涨个2-3倍那比如说10多名这些币种，它可能就是3倍或3倍多。那如果说是更小的话可能是4-5倍。那再更往后的话5-6倍，然后在后面的话就是6倍以上了大概可以这样去做区分而且我认为呢，这种区分的方式，它是比我们个别去看每个币种呢要来的更有价值的我们可以先从这些大市值的币种来去观察当然比特币以太坊我们就要分开讨论了。那瑞波币跟 Solana 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市值呢有这样子的热度有这样子的涨幅我相信都跟 ETF 脱离不了关系。目前我们在这轮牛市有可能通过 ETF 的山寨币呢，只剩下瑞波币跟 Solana。那像 BNB 的话，其实它跟其他的币种呢的涨幅就不会差距到太多从200涨到现在，可能就是3-4倍3-4倍。然后 Cardano 的话，从0.2几、0.3涨到现在，大概就是3倍或者3倍出头，3-4倍那 TRX 也是3-4倍Avalanche 也是3-4倍所以基本上它上涨的幅度呢，跟它的市值排名呢有非常绝对的关系，除非它有其他的热度，比如说狗狗币的话，它有总统选举的热度嘛，然后有马斯克的热度，它才能有高于其他币种更好的涨幅。不然以其他币种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我认为非常的平均像你看 BNB 3-4倍 ，Cardano 3-4倍 ，TRX、Avalanche 甚至 Chainlink 这些币种呢，都是大概在3-4倍左右所以我认为至少以目前加密货币的生态呢，可以分析的面向主要就是4种。第一个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消息面那如果从消息面来看的话，我认为基本上是没有价值因为消息面你肯定是价格走出去了，你才会清楚这个消息的那筹码面的话，其实山寨币的筹码它真的会非常的不好分析，比特币的话还是会比较好分析一点，但是山寨币的话就非常不好分析那技术面的话有点用，但是它的效果呢也会远远不如比特币比特币的效果会很好但是你把技术去用在山寨币身上呢，其实就会很多时候会失准它的这个准确率跟比特币是不可能相提并论的那你说基本面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们如果观察盘面上的这些币种我自己其实也做过非常多复盘也就是基本面跟币价之间的相关性至少从我复盘的过去的这10几年的过程
我认为这个相关性还是没有很大的，没有很大啊。那当然，这个牛市还没有结束不过我们从目前的盘面上呢，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啊。所以基本上呢，你说这个市值的排名啊，它跟它可以涨的倍数呢，就是有很绝对的关系的。那至于我们是不是要买这种很小市值的山寨币，其实也不是，因为很小市值的山寨币，它的风险就会很大了。基本上，我们买越小市值的山寨币啊，它可以出现的涨幅其实就越多。不过呢，这要考验你风险承受的能力。如果你承受风险的能力如果比较低的话，那最好还是买比较大市值的山寨币会比较好一点。不过这两者之间呢，你一定要去做好平衡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吧，也就是上一轮牛市山寨币疯狂上涨到末端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你比如说这几天它可能都是涨个10几%，然后后面呢20几%、30几%、40几%、50几%，然后或许有1-2天是翻倍的，翻倍1倍2倍，然后我们在暴跌的第一天呢，很有可能就会先跌个30%、40%，然后第二天很有可能就反弹过后再跌个60%、70%，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买山寨币呢，我们在注意到收益的同时我们也要非常的注意风险。那我个人与其去把握这些山寨币我会想办法先把比特币的涨幅呢都先给牢牢的抓稳了，因为比特币是我自己很确定的，我也认为它是非常好做把握的。那比特币、以太坊的行情我自己把握完，其他的币种我自己真的就会非常减少参与因为当这些山寨币真的在疯狂暴涨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出场的时候，就是我在这个时候会很意识到风险然后会先考虑出场。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